它有着藍天、最美的海和溪流、水洞的顏色。它不閃閃發光，也沒有複雜的結晶，甚至不透明，卻怎麼也看不膩。它一定代表着什麼？它不可能只是一塊石頭。纳瓦人認為優質美麗的綠松石是神的靈魂。納瓦人常會在王者的嘴巴塞一塊綠松石，當作是他下一世的心臟。金字塔內部的秘密空間裡有發現一個放祭品的盒子，裡面就有放綠松石，還有活人獻祭的遺骸。在金字塔更深處的密室有發現一個美洲豹造型的座椅，它背上放着一個已經爛掉的綠松石鑲嵌的圓盤，它像是保存着我們常常忘記或幾乎失去或從來沒有过的美好。它提供了深层的療癒，有時候我們甚至會想要讓它的性質跟我們的身體跟靈魂滲透在一起。但渴望的同時，我們也會意識到我們永遠跟它隔着一個距離，虽然也很難說這個距離到底是近還是遠。於是它就被賦予了那些人世間最高價值的象徵，那些永遠跟我們隔着一個距離，那麼美好珍貴的毋庸置疑，像是可以解一切渴的東西。你有沒有覺得礦物跟寵物療癒人的方式不太一樣呢？礦物它坦蕩蕩就一副宇宙大自然最奧秘的結晶，但是竟然可以被我們握在手裡。遇見對的礦物，我們常常會突然萌生一種我一定要得到它，不然我的生命就不完整的感覺。那擁有了以後呢？我們當然無法看着它就消解所有的痛苦，但是有礦物的陪伴，的確會讓我們有一種可以平靜存在在宇宙中的力量。我們可以擁有它，但又不用對它負責，因為它們也不依賴我們。我們可以把它丟在抽屜深處，忘記當初遇到它的悸動。我覺得礦物也是一種誠實的存在。當我們比較混亂躁動的時候，其實比較難真正的面對它，寧願把它丟在看不到的角落。它那麼美，那麼深邃，讓人很難相信它是沒有生命的。但它什麼都不用做，就只是存在。時間对它來說沒有太大的意義。多麼美麗脫俗的石頭！當我們看到這種藍綠色的水體，會忍不住驚嘆：怎麼會有水是這種顏色？太不可思議了吧！這一定是神或類似的東西。那竟然怎麼會有石頭是水的這一種最美的顏色？它有着藍天、最美的海和溪流、水洞的顏色。它像是會流動，但卻待在原地，甚至深埋地底。它的美謎樣卻坦然，它不閃閃發光，也沒有複雜的結晶，甚至不透明，卻怎麼也看不膩。它一定代表着什麼，是吧？它不可能只是一塊石頭。在短短的人類歷史長河中，每一個民族在每一個時間都試着賦予它一些意義。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綠松石在古中美洲人的心中或是宇宙觀中是什麼模樣，最後再把一切收束起來，回到我們自身。綠松石在古人心中的模樣。綠松石在纳瓦的語中，也就是阿茲提克人還有許多原住民今天人在講的語言，是 Xiuhiltec 這個字，同時也有着好多別的意思，例如草、年還有彗星。納瓦語常常一個字會有好多個意思，而且他們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呢是因為我們的宇宙觀跟他們的差很多，所以很難理解這一些字當中的連結是什麼。但是對他們來說其實很理所當然，他們覺得綠松石附近長出的草特別的鮮翠，因為草是綠松石吐出的氣息。年代表大自然的循環，像是枝葉會一年一度的生長。在纳瓦語中，一年的第一個月也可以同時被翻譯為手中握了一束草。Xiuhiltec 這一位老火神，他不但外形是個老先生，他也真的是古中美洲最古老的神之一。神還有分古老或年輕，因為他可能從好幾千年前就已經被廣泛的崇拜了。你看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也是綠松石神、年神、草神。綠松石、草、年還有火中心的藍色，他們之間有一定的關聯。老火神當初是從聖火中誕生，他也是屬於太陽神的一種，他賦予所有的造物生命，而它在藍天上的運行形成了時間。Xiuhiltec 也有彗星的意思。納瓦人認為彗星是老火神製造的，是天上的火，而彗星的尾巴是太陽的光芒。納瓦人認為優質美麗的綠松石是神的靈魂，它也連接着熱情、熱度、太陽、夏天的性質。因為這些靈魂跟熱能的性質，納瓦人常會在王者的嘴巴塞一塊綠松石，當作是他下一世的心臟。
綠松石也象徵了許多美好珍貴的性質，像旱季結束時，祭司會向神祈禱，他會稱收穫的食物為漂亮珍貴的綠松石，產婆也會稱新生兒為珍貴的綠松石。那一些過着低調生活的人，被相信有着珍貴綠松石的心，王權也被稱為漂亮高貴的綠松石。綠松石與神秘儀式，墨西哥瓦哈卡地區的古人會在山洞裡放很多祭品捆包，它們看起來像一個個木乃伊，但裡面包着的是祭品。這些捆包會戴着綠松石鑲嵌的面具，人們借着這些儀式向地下祖先神祈求雨水跟豐收。這個骷髏表面由細緻的綠松石鑲嵌，當初可能也是用來跟神溝通或祈福。它在祭典中很可能擔任主要角色。祭司會先吃迷幻蘑菇，然後刮擦骷髏的頂部，傾聽來自神的訊息。綠松石工藝到底是怎麼做的？你應該已經有發現，綠松石的用法跟很多寶石不太一樣，它不是越大顆越好，而是盡量切得很小，以達到最大面積的利用。一方面也因為綠松石的晶體結構本身就是平行六面體，所以它很容易被切割成扁平的形狀。而且綠松石的末世硬度是5到6，它夠硬，但也不至於太難切。古人常用砂岩或玄武岩來打磨綠松石的原石，然後用黑曜石切割，用碎石穿孔，最後用皮革沾取赤鐵礦粉、石英粉、玉粉，把綠松石成品的表面打磨光滑。解体的稀世珍寶——綠松石圓盤，在瑪雅奇琴伊塔金字塔內部的秘密空間裡，有發現一個放祭品的盒子，裡面就有放綠松石、玉、珊瑚、貝殼，還有活人獻祭的遺骸。在金字塔更深處的密室，有發現一個美洲豹造型的座椅，它背上放着一個已經爛掉的綠松石鑲嵌的圓盤。這種綠松石馬賽克圓盤非常稀有，因為它底盤是木頭做的，所以木頭腐爛以後，上面的鑲嵌也全部都會散掉，很多被找到或出土的時候都已經爛掉了，或是在試着移動它的時候毀掉。在1990年的時候，墨西哥本地只剩下6個這種圓盤，那有一些是在殖民初期就被運到歐洲去的，那也許還有被保存下來。近年考古學家有試着搜集古代工藝的資訊，然後慢慢用古法重建一些碎掉的盤子。他們會用石蠟把綠松石碎片從它發現的地方整片的粘起來，運送到博物館，然後再用樹脂、蠟、石膏粘合到新做的木板上面。這個圓盤用了4個羽蛇神來劃分宇宙的4個方向，是統治階級才能擁有的。這個是在圖拉的主神殿發現的圓盤，這4隻綠松石蛇可是老火神的化身。這些圓盤大多是祭品，用來跟神溝通的，或是戰士背後的裝飾。圓盤中間會鑲一片赤鐵礦的鏡，背面則是用朱砂漆成紅色，紅色象徵了戰爭、血還有火。我的故鄉在遠方。綠松石的礦產大多來自美國西南，離中美洲古文明中心其實非常的遠，所以只有貴族可以取得，很少平民可以擁有。從4000年前，各種綠色的石頭就深受古中美洲人的喜愛，綠松石也是這個綠色石頭家族之一。但是到了10世紀，綠松石又進一步的成為墨西哥古文明中心最受到欣賞的綠色石頭家族成員。綠石頭尤其是玉，象徵了水、生命。生育也跟雨神相關，但是後來綠松石被阿茲提克人賦予了熱、火神跟太陽的性質，可能是因為阿茲提克的守護神是太陽神，他們希望綠松石跟他們的神聖權力直接的產生連結。權力之石，綠松石是阿茲提克人最愛的寶石之一，它代表了火、時間、神聖、皇權、政治連續性、血脈、貴族階級。阿茲提克人認為最珍貴的原石是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直接從沙漠或山裡或洞裡帶來給他們的，他們認為這種綠松石是直接從神那裡取得的。考古學家們追溯這些綠松石的產地或是運輸路線，發現不但錯綜複雜，甚至很多是來自沒有綠松石礦產的地區，例如東部或是南部。這可能是因為綠松石自古以來就被當作奢侈品到處流通，但也有可能是當時有我們今天尚未發現的古老礦場。
這一顆是古代的仿綠松石，它是用瑪雅的藍色顏料塗成類似的顏色。仿造的寶石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就非常的普遍。感性之間，我覺得擁有礦物有時候像是把真理和美握在手中一樣，它像是保存着我們常常忘記或幾乎失去或從來沒有過的美好。它提供了深層的療癒，有時候我們甚至會想要讓它的性質跟我們的身體跟靈魂滲透在一起。但渴望的同時，我們也會意識到，我們永遠跟它隔着一個距離，雖然也很難說這個距離到底是近還是遠。於是，它就被賦予了那些人世間最高價值的象徵，那些永遠跟我們隔着一個距離，那麼美好珍貴的毋庸置疑，像是可以解一切渴的東西。我此時此刻對綠松石的感覺是什麼呢？我覺得它清晰、柔軟、明亮，但是它不像水。它是一種有邊界的存在，它像是可以流動，但同時又安靜穩定。它不像水一樣容易被滲透污染。覺得一看到它，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想起什麼才是乾淨、明亮、純粹，那整個人也就會舒服明亮起來。但無論人類怎麼認為，它就是它本身。只要心境對了，我們每一刻都可以找回最初跟它相遇的悸動。這就是它最深、最難參透的樣子，也是最純粹、最溫柔，你當初認出它的樣子。你有什麼心愛的礦物嗎？請留言告訴我你對它的感覺，還有你們的故事，或是有任何想說的，我都會很珍惜的閱讀跟回復。你好，我是Jenny，我的每一支影片都是 based on 第一手的考古資訊，然後再慢慢醞釀、消化、整理成一次次完整的小旅程。非常謝謝你跟我一起探索，我們下次見。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